啊，愛記起讚購、起訂閱、洗刷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美食說的芊芊，又來到我們想買卻又怕受傷害系列。今天我真的是受到傷害，因為我們已經壓好今天要拍好事多，然後我昨天一直在想說，感覺這次的品項好像沒有到真的這麼的多，就加着加着，哎呀，莫名其妙就變得很多起來了。這一次呢，總共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樣，7樣。那口沒關係，總共7樣，然後這是最近爆紅的品項，還有榴蓮，我們就看看味道究竟是怎麼樣吧。這是一個舞蹈動作，噔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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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哎呦！首先第一個就是我們的生煎包，成品迷你生煎包啊，一個是329塊。然後我想開它是因為它的水餃好像在那個開箱界蠻有名的，沒看到有人開箱生煎包，所以我們就想要來試試看。它的調理方式呢是有平底鍋、烤箱、蒸的也可以。Open AI。哦，它就是這樣子透明裸包装，有點像量販包的。那我們就煎來試試看味道怎麼樣吧。真的生煎包，我跟你說，我現在會這麼激動的原因，就是因為呢，我等這個拍攝等了很久，因為我們莫名其妙樓上開始施工，你知道嗎？我就一直等他們5點下班，終於可以拍了。啊，你要那麼多顆嗎？哦，太多顆，因為我平常煎的時候都會全部都下，啊，不然这2顆就好。過了一會兒之後。好像沒有金黃，我把它弄得跟蒸餃一樣，哎，沒關係，至少裡面是熟的。上菜，完成了我們的成品水煎包，但我水下的有點多，所以它顏色其實我覺得我上次好像沒有到很漂亮，但沒有關係，因為他說煎、蒸、煮都可以，所以我選一個顏色最漂亮來給大家一個譜面好了。哦，有汁有汁，哇，看起來很棒哎。然後我蒸的真好。它的調料其實算蠻重的，所以你沒有加醬也可以。然後它的皮啊是帶 Q 度，有一點厚，但是我覺得還可以接受，蠻好吃，蠻香的。因為裡面的蔬菜的脆度是還留着的。因為這樣平均1顆4塊，我覺得蠻划算。不過它的皮真的有比較厚，如果你是喜歡吃有 Q 勁、有嚼勁的，應該會蠻喜歡的。哦。噴汁了，它咬的時候真的要小心，它汁真的很多，可能因為它豬肉的肥肉用的比例比較高一點點，這樣4塊很滑，而且來這個汁超多，啊，這肥肉比例多就是讚，很香哎，我會買，而且我覺得我好像會囤貨，能買多少是多少，因為外面的其實生煎包蠻貴的耶，你這樣自己煎，它其實難度沒有很高，它不太容易破，因為它皮其實做的蠻厚的。所以你就不用擔心自己在煎生煎包的時候會破掉。你看這個，抱歉啦，我就是喜歡有汁的人。哦，太吸引人了。我今天拍完回去就會把那包嗑光了。你如果是追求那種生煎包裡面那種菜甜的啊，你就可以斟酌一下，因為它口味真的比較重。哦，你看我這塊真的多好，有點脆脆的，咬起來就是那種脆，然後那個皮有點帶 Q。那種要燙不燙的時候，你就可以整口下去。如果你煎到是完全沒有破，它的汁就會在你嘴巴裡面噗，哇，療癒耶！的油脂瞬間炸開。吃完了這款成品生煎包，我本人會回購。下一樣，下面這個是方形意式乳酪派4入，它可以直接吃。它的賣相看起來，我覺得稍鹹就是比較還好，它是鹹派。那我們一個呢，先送去烤箱烤，然後我們直接吃一個常溫的試試看。打開先給大家看一下，沒有呢，就只有那種起司味跟有一點羅勒的味道，然後它是那種千層酥皮的樣子。這種千層的常溫真的是比較難剖面哦。剖面大概是這樣，我是不是不如不要剖啊？其實就是那種酥皮濃湯上面的那個酥皮啊。它中間的乳酪醬沒有不好吃，因為有羅勒的香味，然後又有點意大利醬的那種壽司的味道，吃起來其實蠻香的。可是它好像沒有一個主體，有點像半成品，你感覺好像要加鮭魚，然後或是加一個主食在裡面，不然它整體吃起來的味道其實有一點點無聊。然後旁邊千層酥皮就是你想象中常溫千層酥皮的口感，這吃的好憂鬱。哎呦，它现在加熱回來，先微波之後再烤過之後，它現在會脆了喲。
哦，來了，我們的刀叉。哇，真的，我們現在微波加烤箱之後，它的油感好像比较明顯。給它個煙燻鮭魚啦。它要加熱，它的整個裡面的香料的味道會更出來，而且乳酪的香氣也會變得比較濃郁。唯一的缺點就是我真的覺得，它如果加了煙燻鮭魚，我覺得這個就會很好吃，就很像餐廳賣的。它至少酥皮我覺得沒有油耗味，所以它的酥皮其實是新鮮的酥皮，然後吃起來的口感就是一定要加熱才會有酥脆感，沒有加熱你就會覺得少了一點什麼，有點在咬那種麵香的那種感覺。大家如果家裡面有煙燻鮭魚，或者是你聖誕節有想要請人家來家裡的話，你可以買它做2創，上面鋪個煙燻鮭魚，然後切一小塊，我覺得會很完美。這一款呢，如果要2創或是有朋友來的話，我會買它；如果沒有的話，我可能就是看看心情。接下來下一樣呢，是我個人困惑的非常久，因為我一直覺得我有開箱過它，但是呢，我找影片找不到，所以呢，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，可以跟我說。這個是榴蓮奶油泡芙9入369塊，私心非常的熱愛吃榴蓮，所以看到有這種榴蓮製品，怎麼可以不買回來試試看呢？哎呦，聞起來沒有什麼榴蓮味哎，一定是會在榴蓮內餡，好不好？我們榴蓮萬房流來流去，我們來試試看。我現在剝開給大家看一下。機車。哦，來了，榴蓮來了，有，我現在聞的有淡淡的。它的榴蓮味其實沒有你想象中的重，那聞起来還好，吃起來味道也沒有到很重，但是因為它裡面的奶油比例蠻高，所以它內餡的口感是還蠻滑順，我還蠻喜歡它內餡的。但是如果你是重度榴蓮愛好者，像我 like me， 你會希望它非常的濃郁，可是它其實吃起來是比較像是清爽的榴蓮。我就覺得它外面的這層皮好像可以不用加，吃起來沒有加分，然後有一點點白巧克力會有的那種油脂感，大概是這樣。看大家心情，因為它評價蠻好的嘛，對不对？評價蠻好的，所以大家可以試試看。這怕榴蓮的人其實可以吃的，這味道真的蠻淡的。好可惜哦，它內餡其實是好吃的。我第一次吃它印象好像蠻不好的，這次雖然還好，感覺是有改過什麼。榴蓮控斟酌一下，非榴蓮控怕榴蓮的人你可以試試看。好，下一樣，嘿。接下來是期間限定的 Hershey's， 然後買的時候阿姨就說是賣完就沒有了，一個是329，一個是499，我覺得我們就一起來開它，因為這2個品項呢在特瑞上面超級爆紅的。那首先呢，我們先來開蛋卷好了。我們这剪刀包去哪？沒有關係，先開箱給大家看一下。打開之後呢，它就長這樣，499，哇，它是每一次都是個別包裝哎，哇哦。這個很適合分給別人，裡面總共有18隻，因為脆上說它會流心，但是我們先吃看沒有加熱的，醬塞超滿呢，而且你以為只有這邊塞很滿嗎？它的另外面也塞很滿。哇，這不用微波就很好吃了，帶苦味的那種可可，所以我覺得小孩子吃可能會有點嚇到，但我覺得是大人口味，大人會喜歡的。而且它的這個外面的酥的程度剛剛好，不會硬，然後有把你咬下去，我沒有什麼掉嗎？每一口都是餡呢。它的蛋卷皮也很好吃哎，那個金田字我有沒有考慮出其他口味？我們來微波看看，因為脆上都在討論說它微波的時候會流餡，微波個2隻。來了，微波完之後的樣子，脆上呢，很多人就會拿起來之後這樣子把它倒出來哦，不一樣感覺，很好沾滿這個醬，哇，可以微波哎，不要微波的太像這樣子有點太滑順了，但我覺得稍微微波超級加分，因為它的蛋卷本身呢，你在直接常溫吃它的時候，它其實有點被濃可可的那個味道稍微有點小小的蓋過，可是你微波完之後吃到那個蛋卷有點那種蛋香味的感覺，合在一起超棒，咬下去之後又更酥了，我會回購，還沒吃完就我會回購，每一根都要微波，微波超好吃哎！
剛的可可濃餡蛋卷，我在期待值拉到100了。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這個爆漿可可熔鹽包的味道是怎麼樣。這個是329塊，它的話用電鍋跟用蒸籠都可以。哎呦！哦，有3包哎，它最好30顆，所以一組有10包。它的每一顆下面都有給你放蒸籠紙，你不要觉得這種小細節就是很多都会做，沒有很多都沒有做那個蒸籠紙，這個我覺得蠻貼心的。我們送去電鍋蒸。哇！而且我還特別用5顆擺起來，多可愛！看我有來了，我們的爆漿可可熔鹽包，我們來看一下它這個照片，打開的樣子是不是一樣？先拿起我們的第一顆，哇，真的是相當可愛。蒸籠蒸好之後，有那種小光頭的感覺，看一下它究竟會不会爆？哎，它面皮撕起来的其實蠻有 Q 度的，哇，醬其實算蠻多的，好胖。我收回，我覺得它還好，因為我可能都是用微波的。它吃起來濕濕的，然後鬆軟，還帶有一點 Q 度，然後咬一咬，本身就有一點可可的香氣。內餡的可可呢是比較濃郁，但是它其實沒有可可濃餡蛋卷這麼的濃郁，可是它的濃郁度其實也是蠻夠，然後帶一點點苦味，合在一起就會覺得剛剛好。還蠻好吃的。老實說，我已經先買過，我那時候覺得比較還好，所以我那時候有點懶，你知道嗎？我就用微波的，結果用電鍋蒸真的比較好吃。它可能要再蒸久一點點。我看很多人都會說就是會爆漿，可是老實說2個如果要選，我可能會買蛋卷呢。哇，這個拿來當下午茶點心稍微蒸一下就有了，不錯哎。怎麼會這樣？蠻香的哎，應該看得出來它是有 Q 度的，是又鬆濕潤。它口感有一點感覺像馒頭，可是它沒有那個饅頭，有時候吃起來會有點那個成團感。我會買，2個我都會。369裡面有30顆，平均1顆只要12塊10，很便宜哎。明天再去逛一下，等上片之前先買光。我要把它吃下去了。這2款 Hershey's 的聯名，我只能說買。下一樣，接下来這一款呢是紅燒羊肉爐，582塊。它其實出有一陣子，但是我之前沒有開它，因為我覺得天氣還沒轉冷。現在終於是吃它的時間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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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而且它现在肉居然有特別給你包起来，加分，加熱。一個煮羊肉爐的 moment。封印。哇，真的是碎哦！完成了我們的紅燒羊肉爐。但是它的羊肉，我刚刚在丟的时候，我觉得有一點點小碎，不過它聞起來的味道很香，真的就是哇，那種紅燒味道就會很直擊撞擊的感覺。因為我很少吃羊肉爐，所以我不確定羊肉這麼碎是合理的嗎？不過它這個有特別放片狀的，因為它裡面還要附一個豆瓣醬，那個豆瓣醬的味道有夠像納豆的，味道真的超重。可是有時候是越重會越香，所以我們等一下可以試試看。燙到我的胸骨。我們現在喝一口湯試試看，它的味道究竟是怎麼樣？沒有想象中濃郁哎。哇，是可以喝的羊肉爐。它的紅燒味啊，我本來以為鹹香度會非常的重，但它其實不會，因為它大白菜跟蘿蔔丟很多嘛，所以你喝下去的第一口反而是蔬菜的甜味，後面才是那個紅燒本身的鮮香味。這是我喜歡的味道。我覺得羊肉爐本身的湯底味好像可以再重一點，鹹度跟鮮度有點不太夠。蘸一下豆瓣醬。不是我喜歡的 type， 因為它的羊肉碎感有點重，很像是你去吃到飽，然後有一些烧烤店會把你切超級薄的那種感覺，所以它其實沒有什麼太明顯的口感，然後它咬起來其實還帶有一點嫩嫩的，然後也沒有那種羊肉的香氣，羊肉的香气其實很淡。不要覺得它好像很柴，它其實蠻香的，我有點難評價它，因為我覺得它的藥膳味、紅燒的那種鮮香味不夠。可是我蠻喜歡它的蔬菜加了很多白菜跟蘿蔔的那個甜味，就感覺是不喜歡吃羊肉爐的人可以吃的那種類型。不喜歡吃羊肉爐應該不會買它的，哪怕羊味想嘗試的人可以買它。不過它的豆瓣其實沾一沾蠻香，只是聞的時候衝擊度很大。冬天吃還是蠻療癒的。
感覺如果是我啊，我會另外再買那種帶皮的羊肉都要去煮。它雖然以我的心目中標準羊肉爐來說，味道真的是比較淡一點，可是它該有的濃度其實有，它很像是你去外面去單點羊肉湯的那個感覺，然後有加蔬菜，然後又這麼大鍋，只是我覺得它的肉真的太碎了。哇，這湯我真的我會為了這湯買耶。好市多羊肉爐，我覺得如果我想吃1人份的羊肉湯，我會買它。然後剛剛以上的狀況再給大家分析，看你覺得要不要買它。下一樣，接下來是這個9寸新鮮草莓藍莓乳酪塔。先跟大家說，因為畢竟我們就是買回家嘛，所以它现在有點小小的位移，所以它長相就是稍微微走山，但是沒關係，大家就是尚可理解吧。哦喲，很多草莓耶！我其實想買它很久，我上一次去好市多逛的時候就一直很想買它，但因為我覺得它賣相實在太適合拍開箱，所以我就遲遲沒有先吃它。終於要來吃它了。我拿着吃肉的刀在那邊切這個也是蠻不合理的。哎，刚剛不要這樣吃刀子哦，危險！我现在手没有。來了！有這一點就莫名其妙，就永遠的到底要去哪裡？拍不到我。蠻漂亮的吧？賣相如此之漂亮，那水當當，究竟它是不是跟它的外表一樣？來喲，就乳酪塔。哦，草莓很大塊。很酸，可是我跟你說，它這個用酸的草莓很合理，因為乳酪塔本身味道比較濃，所以你的草莓比較酸，很酸。草莓很酸就不會讓它那麼的膩口。我覺得它的草莓醬蠻好吃的，酸酸甜甜的，它的滑順度也剛剛好。然後乳酪塔就是你想象中的乳酪塔味道，沒有過濃也沒有過輕，就是那種類型的乳酪塔，然後口感有點偏扎實。塔皮的部分的話不會乾，但是就是有點碎碎的感覺，可是你不會覺得它廉價，以它的價格來說，完全符合它的塔皮的口感。馬上可以給大家心得嘞，我覺得我不會回購它。嘗鮮可以，不會生氣，而且很多朋友一起分，其實算還行啊。不過它藍莓也蠻好吃的，不過它讓我想到 Season 的，就我之前開箱的那一款，它蛋糕好像也是有點呈現的感覺，有點像這樣。看到草莓，我突然想到草莓季快來了。我侄女非常的誇張，不管多飽都一定要吃草莓，然後每天都要吃草莓，超愛草莓的人。所以每次回20的時候呢，我媽就會準備一整籃的草莓，然後給我的侄女吃，我就會因此受惠。我哥洗都可以洗得很乾淨，所以我哥就洗給他女兒，順便洗給我。呀，讚，有哥真好。但其實我蠻喜歡吃酸的軟糖，可是我對草莓就是一直都覺得還好，我也不知道為何。吃完了，我覺得嘗鮮可以，但我個人不會回購它。結束。開箱我們的想買卻又怕受傷害的系列，最後一樣吃草莓乳酪蛋撻，吃一吃之後，整個人精神有點萎靡。整體開箱下來呢，我自己會回購的品項是生煎包，然後跟 Hershey's 的可可夜總會。Hershey's 的可可濃餡蛋卷跟可可熔岩包，就是這3個是我會回購的品項。然後老實說，羊肉爐我自己私心會回購。我跟你講，我覺得所有開箱的人應該都會覺得它很普通。煮鍋的話，它的味道真的太淡了，因為你鍋會丟很多東西，它到最後就是都沒有味道。可是它現在就是一整鍋煮起來，對我來說就是可以喝的羊肉湯，我就會覺得，冬天喝蠻療癒的。然後肉質其實就是比較還好一點點，可是我私心就是蠻喜歡湯頭的味道，所以我覺得這看個人。因為我剛剛還在跟我們秋討論說，會不會只有我會回購它？對，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想買卻又怕受傷害系列，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後有沒有特別想買哪一樣呢？然後我們之後會特別拍一集好市多的回購的開箱，所以大家如果有什麼好市多你很常回購的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。然後那一集應該會有一些我個人的私心回購跟網友的推薦。就先這樣，大家拜拜。好市多，我覺得羊肉爐可以變羊肉湯，考慮一下進我們的鳳梨酥口味的洋芋片。什麼意思？